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我要向大家介绍龙敬之先生的著作《70岁也能保持年轻的大脑习惯》。本书特别推荐给那些希望通过养成对大脑有益的习惯，延缓衰老，长久保持身心健康的人群。无论你现在是50岁、60岁，还是已经步入70岁，只要愿意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习惯，都能从中受益。正如生活习惯病这个词所揭示的那样，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健康息息相关，大脑同样如此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脑会逐渐萎缩，认知能力可能会下降，大脑也会经历老化的过程。然而，这种老化并非绝对，也并非均一，不同人的大脑老化速度存在明显差异。到了60多岁、70多岁时，这种差异会变得尤为明显。有些人的大脑萎缩较快，记忆力和思维能力明显下降，而有些人却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敏锐和活力。也就是说，有的人即便年纪较大，脑力依然远超同龄人，而有的人则显得比较迟缓。这种差异从何而来呢？研究发现，关键就在于日常生活习惯。好消息是，这并非完全无法改变的命运。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，即便在年过70之后，也能减缓大脑老化，保持头脑清晰。作者指出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只要我们稍微回顾和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哪怕是微小的改变，都能为大脑健康打下基础。本书将具体列出多种能够保护大脑、延缓衰老的日常习惯，并提出实践的方法。核心理念在于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，让大脑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锻炼与刺激，从而维持认知功能和思维灵活性。以下是本书中推荐的几种有助于大脑健康的生活习惯：一、在享受运动的同时坚持下去；二、拥有兴趣爱好并结交朋友；三、摆脱胜负心，珍惜愉快的时光。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解释。第一条，在享受运动的同时坚持下去。大家都知道，运动对健康至关重要，无论是医生、健康专家，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识，都强调运动是保持健康的第一要素。这毫无疑问，但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活动一下身体就行。实际上，运动的方式和持续性同样重要。比如，对于平时缺乏运动的人来说，如果突然进行剧烈的运动，不仅容易感到疲惫，还可能对心脏、关节等身体部位造成负担。更有些人认为，运动一次就足够了，之后可以休息很久，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。就像吃药不能靠一次服用就达到理想效果一样，运动如果不规律、不持续，也难以起到真正的健康作用。那么，怎样的运动才是真正对健康有益的呢？作者指出，适度、轻松、可长期坚持的运动最为有效。这种运动不必追求高强度、长时间，而是强调能够长期融入日常生活的可持续性。例如，天气晴朗时进行快走，让自己稍微气喘吁吁，但仍能愉快地完成；或者每天利用碎片时间，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和伸展动作，这些都可以显著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大脑和身体的活力。此外，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加入一些小小的运动习惯，例如尽量不用电梯或自动扶梯，而选择爬楼梯、上下班步行一部分路程，或者在家中做轻松的家务活动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运动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对身体和大脑的健康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重点在于，运动不必勉强自己，也不必追求激烈和完美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能够愉快地坚持下去，身体和大脑就会慢慢受益。正如作者所强调的，持续、轻松、愉快的运动，比一次剧烈的努力更能让健康长久伴随你。对健康有益的运动3个关键要点。运动的种类有很多，跑步、快走、游泳、骑车、打球、瑜伽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都可以对身体和大脑产生积极影响。但作者强调，
最重要的并不是你选择哪种运动，而是否愿意迈出运动的第一步，哪怕是一点点的身体活动，总比完全不动要好得多。只要你开始行动，就已经在为健康投资。本书特别提出3类值得推荐的运动方式：一、全身运动，快走、轻度慢跑、游泳，这些都是典型的全身运动。它们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，改善血液循环，还能促进大脑血流，刺激神经元活动。比如在天气晴朗时，稍微加快步伐散步，也比完全静坐强很多。上下楼梯替代电梯或扶手电梯，每天累积的小运动同样有效。重点是持之以恒，而非一时的剧烈运动。二、团体运动或策略性运动，不仅仅是身体的活动，动脑也同样重要。团体运动、球类运动或任何需要策略和计划的运动，都是很好的选择。参与这类运动时，必须考虑战术安排与队友的配合，这就让大脑得到了训练。同时，与他人的交流互动，也能产生心理上的正向刺激，让你更容易保持运动的动力。长期坚持下来，身体和大脑都会得到双重锻炼，这对于保持认知活力和延缓大脑老化非常有帮助。三、能在享受中坚持的运动。任何运动如果只是为了健康而勉强自己，很可能带来伤痛、挫败感，最终半途而废。本书作者提醒，运动应该是愉快的、有趣的，像玩耍一样的运动，能够让你轻松投入的运动，更容易长期坚持。例如，在公园里散步，和朋友一起打羽毛球，或是在家里随音乐舞动，这些都可以让身体活动起来，而不会感到负担或压力。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形式，让运动成为一种享受，而非负担。本书的核心观点是，运动不在于强度有多大，而在于是否能够坚持，以及过程中是否感到愉快。只要能长期坚持，哪怕每天只是短短的15分钟慢走，也能在身体和大脑上产生明显的正向效果。接下来介绍对大脑有益的生活习惯的第2条：拥有兴趣爱好并结交朋友。保持大脑年轻活力的特效药，就是持续保持求知欲和好奇心。为此，建议充实自己的兴趣时间，或者尝试新的兴趣爱好。拥有兴趣爱好的一个重要好处是，可以扩大社交和交流的范围。交流和对话对预防认知症、老年痴呆也有帮助。而交流的前提是有共同的话题，只是在一起喝酒，聊聊熟悉的人也不错。但如果只是熟人之间的简单对话，刺激性往往不够。而如果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信息，交流心得，话题会自然延展，好奇心也会被激发。你会自然而然地想，我想了解更多，下次试试这个。为了能参与到话题中，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，这反过来会激励自己，让我们对新事物保持敏感，不断深入兴趣的世界。对大脑来说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刺激。但实际上，没有兴趣爱好的人并不少，常听到的理由包括忙得没时间、现在开始太麻烦等等。但其实这是非常可惜的。实际上，好奇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，并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消失。如果发现自己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，那很可能只是自己在用年龄或忙碌当作借口，自我暗示罢了。如何找到并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？想要让生活更加充实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非常重要。那么，究竟该如何去发现这些兴趣呢？首先，可以从回忆过去的兴趣开始。每个人的生命中，都会有一些曾经让自己心动的事物，比如喜欢做的手工、运动或学习的项目，和朋友一起外出的旅行或活动，学生时代曾经热衷的兴趣爱好。尝试回想这些往昔的快乐，哪怕环境已经发生变化，无法完全重现过去的样子，也可以从小处开始慢慢尝试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内心深处沉睡的好奇心往往会被重新唤醒，
让你重新感受到探索世界的乐趣。其次，可以从身边人的兴趣中获取灵感，观察亲友、邻居或同事的爱好，看他们在做什么活动时显得特别开心和投入，可能是体育运动、登山、摄影、音乐、电影，也可能是棋类、书法或手工艺。即使自己一个人很难开始，但如果身边有导师或经验丰富的人，可以教你方法，也会极大增加你尝试的动力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让别人带你入门，能够帮助你逐步激发内心的好奇心，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兴趣世界。再进一步，即便没有老师或指导，仅仅模仿那些看起来很有趣的人，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。比如电视节目中看到的美丽旅游景点，可以尝试亲自去游览；在 YouTube 或网络上看到的新鲜玩法，可以动手试一试。通过这种简单的模仿，你不仅能体验新的活动，还能意外地发现适合自己的兴趣领域。这种从小尝试开始的方式，往往比盲目寻找更容易让人进入状态，也更容易坚持下去。最后要明白，兴趣爱好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做到完美，重要的是在尝试中找到乐趣，而不是追求结果或效率。哪怕只是每天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，慢慢积累，也会让大脑得到锻炼，生活更加充实有趣。兴趣爱好本身就是激发好奇心、保持头脑活力的重要途径。只要保持尝试和探索的心态，年龄和忙碌都不会成为阻碍。通过回忆过去、借鉴他人、模仿尝试，你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兴趣不仅丰富了生活，也为大脑提供了持续的刺激，让你保持年轻的心态和活力。即使3天打鱼2天晒网也有用。不过，并不需要对所有事情都严肃认真。首先可以轻松地尝试一下，如果觉得有趣，就继续；觉得不合适，就可以放弃。但如果把兴趣变成一种苦差事，只会增加压力，对大脑也没有好处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勇于尝试各种事物。唯一的标准就是是否觉得有趣。其实，有很多不花多少钱就能轻松享受的活动，只要迈出第一步，轻轻尝试，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兴趣。接下来是对大脑有益的生活习惯第3条：摆脱胜负心，珍惜愉快的时光。有研究论文发表在知名科学杂志上，题为《幸福的人更长寿》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该研究对象是在修道院生活的人群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相似。研究人员在参与者20岁时问道：“你现在幸福吗？”随后进行了几10年的追踪调查，结果显示，那些回答幸福的人明显寿命更长。既然身处相同环境，是否感到幸福，本质上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感受，而正是这种主观幸福感，对寿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换句话说，主观幸福度高的人通常压力较小，免疫功能更活跃，从而降低了诸如动脉硬化等疾病的风险。由此可见，主观幸福感对健康有着重要意义。那么，主观幸福感是如何形成的呢？至少，它不是由财富或社会地位等客观因素决定的。关键在于你拥有怎样的兴趣爱好，与什么样的人相处，以及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多少乐趣。可以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主观幸福评估标准，也就是说，重视自己在某些时刻感受到幸福的感受。人们天生有竞争心，喜欢与他人比较，胜则有优越感，负则有挫败感。虽然这种心理有时可以成为动力，但也可能带来矛盾和不快。避免这种情况的有效方法是进入另一个层面。换句话说，不站在同一个赛场上，就不会产生竞争。我们可以通过从容易激发竞争心的环境中抽身，减少不必要的压力。例如，在兴趣爱好领域，除了竞技性的运动或游戏，本质上并非与他人竞争。无论年龄或社会身份，人们可以互相交流，一起享受。这正是兴趣爱好深度的体现。同时，
认真珍视自己喜欢的世界也非常重要。拥有这样的空间，即便在工作中无法避免竞争，也能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切换，保持身心平衡。整天被竞争压得神经紧绷是没有必要的。再次重复一遍，只要活着，就不可能完全摆脱所有的压力，但我们可以自己去缓解压力。无论是在工作、兴趣爱好，还是人际关系中，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舒适方式，提升主观幸福感，享受充实的每一天。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关于大脑健康，没有捷径可走。所谓做这个大脑会突然变聪明，1周就能让大脑年轻化的说法，遗憾的是并不现实。因为大脑的状态是通过日积月累的生活习惯慢慢形成的。正因如此，每一天的生活习惯才是最重要的，只需稍微调整一下日常行为，就能起到作用。而且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。研究发现，即使随着年龄增长，大脑仍然具备持续成长的能力。归根结底，如何保持愉快的心情，直接关系到大脑的健康维持。这种方法既简单，又几乎不花钱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预防与保健之法。何不以享受人生的心态，去挑战属于自己的可能性呢？无论你现在多少岁，都不晚开始关心自己的大脑健康。从今天起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尝试、去体验、去发现那些让你开心、让你充实的小事，让每一天都成为你活得更聪明、更自在、更幸福的开始。毕竟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